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们熟知这句话呢，是从郭靖这块知道的。但是这是小说中的人物啊。这句话原本是出自于梁启超先生：“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呢，为友为邻。”作为一个大侠，首先呢，应该为国家、为人民而考虑，行侠仗义，这才是这个大侠应有的风范啊。但是，格局小一点的大侠，你也应该为朋友、为亲朋好友、为自己的家乡而考虑，这才是这个习武之人行侠仗义、行走江湖的一个基本原则。作为我们近代一点的这个民族大侠啊，我们熟知的真正存在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比如说黄飞鸿、叶问，还有这个霍元甲等等等等。这其中呢，有一个人叫大刀王五，这个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啊？他是我们的晚清10大高手之一。这个大刀王五呢，叫王子彬，本名叫王正仪，字子彬，他是河北沧州人，京师临明侠。因为他拜李凤岗为师的时候排行第5，所以人称小五子。后来呢，因为刀法纯熟，所以被大家称为这个大刀王五。我们都知道啊，戊戌6君子中的谭嗣同，他就是大刀王五的弟子，亦师亦友吧，也不能完完全全说是弟子。谭嗣同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是什么？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个大家都知道，特别豪情壮志。那么大刀王五能交到这个谭嗣同这样的弟子或者是朋友，说明呢大刀王五跟他肯定是志同道合的，也是这个同样的一个豪迈的气质。大刀王五呢，在学习武术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传奇色彩啊。他是河北沧州的一个回族，自幼呢喜欢这个武术，但是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咱们都知道啊，古代练武术呢，穷文富武，不像说读书穷秀才呀或者是什么的，没听说过哪个是穷武生。因为在古代你没有钱的话，没有钱去读书，你可以比如说站在别人的学堂外面偷听呀，再不济你也可以在说书先生那块儿听一听，知道一些历史的小说故事，都是属于这个学习的一个范畴啊。但是练武术就不一样了，如果说你没有钱的话，吃不饱肚子，那么你是没有办法去练武术的。所以在过去练武术那就是富人的游戏啊。在当时这个沧州有一位武术大家叫李凤岗，他是六合门的人，善使双刀，所以大家都管他叫双刀李凤岗。这个王五呢也是慕名前往，就想拜这个李凤岗为师。当时这个李凤岗啊，他有很多弟子，所以说特别有名气的人也不会在意这个有谁跑过来拜他为师，特别是这种穷小子不太出名的，所以也没搭理和瞧得上这个大刀王五。但是这个大刀王五呢，就是几次去找他就被拒绝了几次，最后没办法了，只能跪在门前长跪不起。刮风下雨啊，这个天气变化呀，都是特别有毅力的在这儿坚持，把李凤岗给感动了，所以就收下这个弟子了。春去冬来啊，这个一天一天过去，王五也确实没让这个李凤岗失望，把他的这个武术呢，基本上也都掌握了。眼看着这个李凤岗觉着没有什么可以交给这个大刀王五的了，所以呢，就把这个大刀王五呢介绍给了他的师兄，叫刘世龙。他当时呢是开镖局的，所以王五就跟着这个刘世龙，既跟他学习武艺，又跟他跑镖，
成为了一个镖师。这个时候啊，这个大刀王五他不是使刀的，他是使这个双钩的。这时候大家都称他为双钩王五。那么怎么变成这个大刀王五的呢？这个跟着跑镖，慢慢变成了镖师，也挣了很多钱。因为他天生比较豪爽，所以呢就很喜欢交朋友。一掷千金啊，像那种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那种感觉。慢慢呢，就是过来找他的人也越来越多。相传有一次啊，这个王五在自己的练功房里边练功，他在那儿踢沙袋的时候，这个一脚把这个沙袋踢起来很高，震惊了所有的这个投奔他的人，下面的门人弟子，觉着哎呦，这个王五老师真是这个功力深厚啊。然后呢，在喝彩之中听到有人叹息一声，这个王五就特别奇怪啊，这谁这么大胆？这不是在这儿砸场子吗？我在这练武，你在那儿叹息。于是啊，他就看过去，发现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中等身材，这个身体也比较瘦弱，然后呢颧骨很高。他一看，这不是投奔他的人吗？这个之前也和他聊过一些武术的话题，然后就问你这个老兄因何事叹息呀？这人就说呀，王五爷，你功夫是很高，但是今天我一看你啊，真是令我大失所望，所以说我就叹了一口气。王五一听，顿时是火冒三丈啊，说心想行啊，你这来投奔我，然后现在就说我功夫不行，这不是过来挑刺儿来了吗？于是王五就说，那么我们讨教切磋切磋。这人一听反倒不高兴了，说你可真是无礼呀！我劝你两句功夫不行，你还不高兴？大家都说你是双钩王五，你这对双钩使得最好，今天我就试试你这双钩。王五呢也是非常吃惊，自从他跑镖出名以来，这个双钩呢还没遇到过对手，于是呢就拉开了架势，对他说，这屋里边的兵器你随便挑吧，也是非常自信啊。这人走了一圈，看了这兵器，说我拿这些兵器伤了你，我们等于就伤了和气了。于是呢就在地上捡起了一个小竹条、小木棍这种东西，然后就说我拿它，我们就比试比试吧。王五一看这太生气了，就觉着你这不是侮辱我吗？觉着不太公平。于是啊，这个他们两个就交起手来了。这人呢拿着这个小竹条，就你来我往的和王五站在了一处。这个竹条呢一看就是当这个枪来使的。然后这人就说，我现在要刺你了啊，于是就用这个竹条刺过去了。王五也不大意啊，用这个钩子左隔右挡的，但是就是破不了这个竹条，想摆脱也摆脱不掉。几个回合下来呢，这个脚下没注意，这个双钩竟被对方的这个竹条给打下来了。然后这个人就说，我现在要刺你了啊，于是这个竹条马上就刺到了王五的这个咽喉处。经过这个几次折腾啊，王五就真是败下阵来了。然后也确实是大丈夫的这个气质啊，马上就服了，就要当着大家的面拜这个人为师。这人一看也是非常真诚啊，就说，王五啊，你的这个功夫呢已经很好了，但是你千万不能大意。学武术其实是很容易的，但是呢你要把它练精，这个呢就很难了。所以很多人闯出了名堂，就不会再去深造武艺了。今天你只是丢了一些面子，但是如果在战场上碰到我这样的人，你可能丢的就是命了。当场人一看啊，都非常敬佩这位先生。这个呢，也就是王五的第3次学艺。后来呢，这个大刀王五的这个刀法就主要和这个人学的。后来听说王五专门为自己打造了一把刀，
这个刀据说有17斤重啊，别听网上说这个有100斤重啊，有几十斤重啊，这个我们自己可以拿一个重一点的试一试，100斤一个人那么重，其实根本就挥舞不起来的。后来这个大刀王五名声就是越来越响了，也有了自己的这个镖局，叫元顺镖局啊，生意也是特别红火。这个大江南北投奔他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王五呢，这个不仅是受到了江湖中人的这个追捧很多这个爱国的义举也是让大家纷纷竖大拇指的。这个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之后呢，有一位御史叫安维俊，他被革官贬职，大刀王五呢就出于对他的一个敬佩，就放下了镖局的生意呢，就是免费带弟子一路护送他，保护他的平安。后来回到这个京城之后呢，他也开了一个武堂，就是武术的学堂。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认识了这个肝胆相照的这个谭嗣同。谭嗣同也是非常敬佩他的侠义啊，两个人我没说嘛，亦师亦友。谭嗣同大家都知道是用剑的啊，这个剑法也是跟随这个大刀王五学的。后来呢，戊戌变法失败了，这个谭嗣同被捕入狱了。大刀王五呢知道之后就非常着急，马上联络自己的朋友呢，走动江湖关系，就要把自己的这个好兄弟从狱中给解救出来。但是谭嗣同呢，坚决是不肯出逃的。这个1898年戊戌变法，这个6位君子都被斩杀在这个菜市场门口了。大刀王五知道之后呢，也是痛心疾首，立誓要为谭嗣同呢报仇雪恨，多次组织这个江湖朋友暗杀这个涉事官员啊，也是在这个时候就成为了这个政府严厉打击的对象。后来呢，这个义和团运动呢，在北方也是兴盛起来，大刀王五带领他的弟子和朋友也是积极参与。1900年10月份呢，清政府就派大量的这个官兵把这个顺源镖局围个水泄不通。其实凭着王五的这个武艺呢，他想逃出去也是很简单，但是弟子、亲朋好友、家人都在镖局内，所以说他也没有办法去逃。最后呢，因为不敌，也是被捕入狱。后来呢，就被这个八国联军枪杀于前门了。这个一代大侠呢，就此落幕了。其实像大刀王五啊、霍元甲呀、黄飞鸿这样近代的大侠很多，基本呢也都是爱国义士。虽然说影视剧中啊有很多夸大的成分，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那个时期呢，在那个年代，他们确实是为我们国家做了很多这个大义凛然的事情。直至今天呢，也是让我们深深的敬佩他们的。正如那句话怎么说啊？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